是你的养父，你和养母慕云舒罔顾人伦，被我撞破奸情就要屠我满门，你们不得好死！呵呵，夫人此言真是寒了为夫的心。慕云舒，我的好儿媳，不敬婆母可是大罪啊！闭嘴！你明明和我同年，当初跟侯爷合上八字的是我，若不是上错花轿，你这毒妇就该叫我一声母亲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觉得当年我嫁给了侯爷，而你嫁给沈追，是因为上错了花轿吗？是我故意的，蠢货！一拜天地！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被毒死了吗？为何该拜堂了，新娘子怎么突然不动了？夫人可是累了，吉时不可误，等拜完堂就能回房休息了。沈追，这难道是我上错花轿那天？我回来了，回到了这一天，太好了！沈追、慕云舒，这一回我要你们血债血偿！夫人，错了！夫人，你这是……新娘子这是怎么了？她怎可以自己掀开盖头？我乃苏氏之女苏蒹葭，今日要嫁的是长宁侯。听闻侯爷重伤昏迷，料想也无法拜堂。不知你是哪位？为何冒充侯爷与我成亲？什么？她怎么会是苏千雅？苏千雅嫁的是侯爷，而今日与大公子成婚的该是穆家的姑娘啊！这是弄错新娘子了。侯府怎么出了这么大的纰漏？要知道，这可是为了给侯爷冲喜，这才有了今日这双喜临门。两位姑娘的生辰八字可是经高人掐算过的，绝不能出错啊！快去禀告老夫人！沈追，前世发现错嫁时，木已成舟。你们冤枉我不愿嫁昏迷的侯爷，故意上错花轿，害我受尽非议。这一世，脏水可泼不到我身上。老夫人，拜堂出大事了，新娘子弄错了。弄错新娘子了？这可是给贺廷冲喜的大事，底下那些人都是吃干饭的吗？连这点事都弄不好，幸好还未拜堂。快把他们换回来，快去啊！是。一拜天地！你们想颠倒乾坤，我偏要拨乱反正。苏小姐，侯爷就在房内等您呢，我等就不进去了啊。不愧是1个月前打败戎狄的长宁侯，病重也难掩风华。只可惜，前世你醒后不久，便被沈追暗害。这便是上一世让侯爷苏醒的解药吧。红烛燃尽，解药便会出现。慕云舒也因此成了侯府的福星。这一世，福星该换人当了。表哥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你只是侯爷的养子，以后注定不能继承侯府啊。本来我嫁给侯爷，咱俩的孩子就是侯爷的孩子，只要再把侯爷弄死，咱们孩子就能名正言顺的继承侯府。都怪苏建阳那个贱人坏了大事。别吵，让我好好想想。哎呀，表哥，还想是不好，快叫人去毁了那对红烛，绝不能便宜了苏建香那个贱人。没错。老夫人有令，让苏姑娘立刻去寿安堂见他。好个欺主的刁民！我可是侯爷夫人，你胆敢对我不敬，跪下！你算哪门子侯爷夫人？充其量放肆！我是侯爷明媒正娶的夫人，若是日后再敢对我不敬，可就不止这样。是。劳烦妈妈回去告诉老夫人，出嫁前一晚我做了个梦，梦到侯爷今晚会醒。我想这侯府不管什么事，
都大不过侯爷的安危。等侯爷醒来，我自会去给老夫人请罪。是。见过老夫人。你说贺婷今晚就能醒过来？是，但前提是任何人不能进去打扰侯爷。凭什么不许我们进去看望父亲？莫不是你对父亲做了什么？还是说父亲已经遭了你的毒手？苏千夏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先是嫌弃父亲病重，不想嫁给他，现在还不许我们见父亲，难道你是容敌细作？祖母，为了侯爷与整个侯府的安危，快叫人把他拿下，送到刑部去。少夫人，你可知今日拜错堂一事是我揭穿的，不想嫁他，我拆穿作甚？你是在拿众人当傻子吗？我要揭发我自己？谁知道你是不是临时怕事情败露，就临时改？祖母，云舒说的对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来人啊！且慢。什么意思啊？老夫人，难道你想要侯爷的命吗？既是冲喜，理应防着冲撞。这么多人，谁知道你们的属相与生辰会不会冲撞到侯爷？你不让我们进去，我们怎么知道父亲是不是已经遭了你的毒手？是啊，祖母，他这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啊。徐妈妈之前来过，并没有冲撞到侯爷。老夫人若实在放心不下，可让徐妈妈进去看一眼。徐妈妈，你进去看看。是。贺婷她怎么样了？回老夫人，侯爷还和以前一样。那就好。你说贺婷今晚能醒，那是什么时辰的事儿？老夫人安心，1个时辰后，侯爷定能醒来。谢天谢地，贺婷终于能醒了。若1个时辰后父亲没醒呢？若是没醒，我便自请下堂，如何？好，便依你所言。不过，若侯爷醒来，你们2人不尽嫡母的罪，我可就要好好算算。好，解药在蜡烛底部，1个时辰根本无法燃尽。苏千晓，你这是找死！老夫人有所不知，昨晚我还梦到一事，若此事应验，侯爷之事也不假了。哦，是什么？梦中有人告诉我，其实今日侯府并非双喜临门，而是3喜临门。3喜？还请夫人慎言，少拿鬼神说事。大公子不敬鬼神，想必是不满意冲喜一事了。胡说！祖母，苏儿没……好了，苏氏，你说。他说我这儿媳已经有了1个月的身孕。什么？不，我没有，我清清白白的，你为何要污蔑我？祖母，成婚前我与云秀从未见过面，是她污蔑云秀啊！是不是污蔑？叫府医过来一看便知。若真是3喜临门，可就热闹了。去请府医来。祖母，孙熙没有。若让府医过来，以后让孙熙还如何在侯府立足？又有什么脸面对世人啊？求祖母三思，孙儿相信云舒不是这样的人。若是问心无愧，又何惧之？什么？唉，我在想，若慕云舒真有孕在身，那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她若是顺利嫁给侯爷，那她肚子里的孩子岂不是成了侯爷的嫡子？如今的嫡子，便是将来的世子。到时候整个侯府岂不是成了他的？苏千雅，你这是胡乱攀咬！你们这样着急阻拦，是心虚，还是害怕？我只是不愿让云武名声受损。好了，不必说了，府医一来，自见分晓。少夫人，失礼了。若是躲，便也无需诊脉了。他脉象如何？回老夫人，
少夫人身体并无大碍，不过略有气虚，10天半个月便能养回来。求祖母给孙琦做主啊！被污蔑婚前与人媾和，这传出去，让孙琦还怎么做人？求祖母还云舒一个公道。你确定吗？若是弄虚作假，你可就葬送了你后半生的行医生涯。小人所言句句属实。苏氏，够了，给云舒道歉。老夫人，这府医日日给侯爷诊治，可侯爷完全没见好转。万一他医术不精，岂不是害了侯爷？不如请外面的大夫过来。如果结果一样，我便跪下给他们2人道歉，可好？不可！有几分道理，你亲自去。这府医与沈追狼狈期间，今日送上门正好，一箭双雕。少夫人，请吧。老夫人，大喜啊！少夫人已经有孕月余。这不可能，我怎会有孕在身呀？原来穆姑娘真是揣着肚子嫁进侯府来的，就是不知你这肚子里的野种是谁呢？婚前失贞可是要进猪笼的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妇给我拿下！说，你肚子里的孽种究竟是谁的？好，不说是吧？来人啊，把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陈胡！不要啊！老夫人，只陈胡怎么够？还得叫世人知晓他们穆家养出一个什么样的女儿来。就按千衙说的办。请祖母恕罪，云舒腹中的孩子是孙儿的。呀，大少爷，你们婚前不是素未谋面吗？怎么一转眼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成了你的了？老实交代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祖母，孙儿冤枉啊！1个月前，孙儿在云中馆遭人算计，被人下了催情之物，神志不清时欺负了一个姑娘。待孙儿清醒后，她便不见了。这些日子，孙儿心中有愧，一直在找她，想着对她负责，娶她为妻。但救父亲大过天，没想到造化弄人，今日冲喜的就是那日的姑娘。隐瞒不报是孙儿的错，还请祖母责罚。祖母，老实说，孙熙也不愿冲喜的。孙琦自知自己已非完璧，可侯府非要孙熙冲米不可。侯爷是我大魏的战神，孙琦想着以自己这副残败之躯，若能救侯爷一命，死也值了。还真是会意。孙琦也是与夫君见面后才认出他来，事先孙琦真不知道自己已经有孕在身啊。祖母心中有气也是应该的，孙妾任打人罚，只求祖母千万莫要气坏自己的身子。老夫人可曾想过，若是我稀里糊涂的与大少爷成了婚，会有什么后果？什么意思？如此一来，穆云舒腹中的孩子神不知鬼不觉变成了侯爷的骨血，来日他若是诞下嫡子，自然是侯府的世子，到时候整个侯府岂非他们2人的囊中之物？确实如此。老夫人不妨猜猜，若没有我拨乱反正，他们是否会站出来坦白？还是将错就错？亦或者这本就是他们的算计？只因大少爷不过是侯府的一个养子，他自知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继承侯府，就想让他的孩子成为侯府光明正大的世子，不然府医何至于连个喜脉都诊不出来？若孙儿说没有，祖母信吗？今日种种，难道都是巧合吗？你叫我如何信？若祖母不信，就下令处死我吧。孙儿甘愿赴死，绝无怨言。姐们，大少爷是冤枉的。祖母，请看这个。不行，你的手腕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祖母，我也是今日才知道，夫君听闻以人血入药对侯爷有奇效，便日日割腕取血，以血为饮。夫君为了侯爷，可是连自己的命都愿意舍出去啊！他怎么可能做这等大逆不道之事呢？什么？孙儿，你怎么能这么傻？为何不告诉祖母？我自幼父母双亡，承蒙父亲不弃，将我认为养子，又得祖母悉心教导，不管要我为父亲做什么，都是应该的。
好，好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是祖母错了，不该疑心你的。如此言之凿凿，你们可敢对天起誓？若有半句虚言，就会断子绝孙。这有什么不敢？苍天在上，我和夫君要是撒谎，便要我们断子绝孙，下18层地狱。好啊，太好了，我会让这誓言一一应验。祖母，1个时辰到了，若按母亲所说，父亲定然已经清醒过来了吧？对，鹤婷，我的儿。鹤婷，娘求你了，你睁开眼看看娘呀！母亲不是说1个时辰后父亲定会醒吗？为何父亲还没有醒？是啊，母亲，难不成你在诓我们？他这是在愚弄老夫人啊，断不能轻饶了他。说，1个时辰到了，鹤婷为什么还没醒？站住！你让我们等，我们便等了；你不让我们进来，我们便不进来。现在，你还想干什么？祖母，方才是他自己夸下海口，我们可没逼迫他。现在该兑现承诺，自请下堂了吧？祖母，不能再纵着他胡来了，赶紧把他赶出去！来人，滚开！我好歹是侯爷明媒正娶的夫人，就算要轰我出去，也该让我临行之前和夫君道个别吧。你都没与我父亲拜堂，算什么侯爷夫人？婚书都上报官府，怎么不算？今日看不到侯爷，我便告侯府无故休妻。行了，要看就赶紧的，之后不要再来纠缠侯府。幸好我早有准备。故弄玄虚，若是你喊一声父亲就能醒，这京城的大夫都不用干了。真以为自己是大罗金仙呢？祖母，可不能再耽误了，赶紧把他赶出去吧。苏氏，你已经看了这么久，也该看完了吧？请，别让我们动粗。那是自然，不过我觉得侯爷应该就要醒。痴心妄语。鹤婷，你终于醒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母亲，感谢老天保佑，感谢满天神佛，保佑我儿鹤婷啊！大少爷和少夫人不高兴侯爷清醒过来吗？怎么脸上只见惊不见喜？母亲误会了，我们只是高兴过头，没缓过神而已。孩儿拜见父亲，谢天谢地，父亲终于醒来了，真是吓死孩儿和祖母了。儿媳拜见父亲，愿父亲身体康健，以后再无病痛。我等了多久？侄儿都成婚了。是为了给你冲喜，这是你儿媳穆氏。来，鹤婷，这是你媳妇苏坚丫。这次你能醒来，多亏了她，以后你可要好好待她。什么？我有夫人了？侯爷，行了，既然鹤婷醒了，咱们就都回去吧。是。云舒，你们稍等，今日只是开始，别忘了明早，你们还得给我敬茶呢。苏建霞，今日叨扰母亲了，明早敬茶时，我夫妻2人亲自给母亲赔罪。走。是坠儿对你不敬吗？多谢侯爷冠名，大公子已经承诺明日给妾身赔罪了。那就好。好啦，侯爷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？沐浴。侯爷刚醒，身子还不甚恢复，扶住妾身就好。好香。
侯爷，妾身好了。蒹葭，你沐浴好了？上辈子从未这么近的看过他，果真是气宇轩昂。侯爷，就寝吧。侯爷，您睡了吗？他的体内还有余毒，难怪他前世虽然醒了，但没多久就……好在我孩童时期意外拜师神医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办法治好你的。请祖母喝茶。先前的种种我暂且不追究了，以后记得规规矩矩的当侯府的媳妇。多谢祖母宽宥，云舒明白了。谢祖母，请母亲喝茶。昨晚冲撞了母亲，都是孩儿的不是，孩儿愿照家规领罚。儿媳也知错了，求母亲责罚。奶奶最不喜欢的就是心肠歹毒的女子，我信你真敢责罚我们。蒹葭，要识大体。这个贱人怎么还不动？我都跪麻了。儿子自愿领罚，但云舒体弱，还请母亲宽宥云舒这一回。来人呀，准备杖责！给我狠狠的打！若是你们胆敢手下留情，我便让母亲把你们都发卖了！母亲，这才进门第1天，您就惩罚我夫君，叫旁人如何议论你啊？阶下，此事就算了吧。母亲，我说什么了吗？不是他自己要求杖责的吗？追儿为维护侯府家规，不惜以身作则。他这般为侯府着想，我若阻拦，岂不是辜负了他这一番心意？云舒，你……母亲，儿媳自愿去祠堂罚跪，还请母亲准许。唉，你们真是一个个懂事的叫人心疼。蒹葭，不可，云舒还有孕在身。是啊，云舒还有孕在身，可不能久跪。那可要把垫子准备的厚些，也别3天了，跪1天就行。什么？这板子是打完了吧？母亲若没有其他吩咐，儿媳便回去照顾侯爷了。快找大夫来！哎呀，伤得这么重。母亲现在可以原谅孩儿了吗？一家人说什么原不原谅的，以后别再犯就是了。大夫马上就来了，快把大少爷送回他的院子。祖母，孙儿想先去给父亲请安。真孝顺，去吧，难受也别强撑。多谢祖母关心，这顿打不能白挨。孩儿给父亲请安。你受伤了，都是孩儿不好。昨晚与云舒冲撞了母亲，孩儿心里过意不去，自求杖责30。父亲你好好养伤，孩儿这就回去了。快来人，把大少爷送回去，叫大夫好生医治。是。侯爷，可是要责罚我？苏蒹葭把我们害成这样，就没什么办法能治他吗？毒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父亲再次昏迷，祖母可就不会继续偏袒他了。可她也已经是侯府夫人了，我们还得叫她一声母亲。
真是一招大错。等等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我三姑。三姑？老夫人，夫人她到底是门第太低，今日她这样闹了一通，岂不是让别人看侯府笑话？可人都娶进来了，以后好生教导也就是了。老夫人，听雨轩那边传来消息，侯爷叫人去宫里请御医了。贺婷难道身体又出问题了？说是夫人昨晚又做梦了，梦里说侯爷余毒未清，现下找御医再诊一次呢。什么？你个老刁奴，还不住嘴！竟敢在母亲面前宣扬这些怪力乱神之事，还不快滚出去！是。芷儿，你回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三小姐，老夫人想你想得紧呐，真是母女连心。母亲想我，真是好笑。我还以为母亲巴不得我再不登侯府的门呢。芷儿，母亲知道你反对冲喜，可是没办法，母亲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哥去死吧？芷儿，苏氏和穆氏一进门，昨晚你哥就清醒过来，可见冲喜是有用的。若是冲喜有用，还要大夫干什么？母亲你糊涂了！我哥醒了，那是大夫的药管用，现在害得哥娶了个小门小户的苏氏。你可知，就连宁安公主都对大哥他一片倾心。要是能跟皇室结成亲家，我们可就成皇亲国戚了。唉，芷儿呀，事已至此，也只能这样了。什么叫只能这样了？就算他救了大哥，现在大哥也醒了，就不能把苏氏休了吗？可也不能无故休妻。母亲，刚才的话我可全都听见了。太医早就为我哥解了毒，如今还要去请。你们是疑心太医，还是疑心宫里那位？芷儿，住口！你不要命了吗？母亲，你好好想想，苏氏她配当侯夫人吗？母亲，好了，去把苏氏叫来。是。侯爷，可是要责罚我？昨晚发生了什么？夫人如实告知就行。我说什么侯爷都信吗？只要你说，我便信。盟君相知，自当相助。云央草、蝉蜕、蔓银子、龙舌兰、三叶鬼甘草，原来如此。小姐，行李收拾好了，你要这是去哪儿啊？浅月，想回苏家吗？不想，奴婢愿意一直追随小姐。想什么呢？我是问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回门。吓死奴婢了，这还用问吗？小姐去哪儿，奴婢都愿意跟着。好，这次出门得采购一些解毒的草药，而且家中那件马上就要发生的大事，我必须处理。站住！夫人且慢，没有长房指令，女眷不得外出。侯府长房自然是母亲，也就是说，我今儿个出门还必须去征得母亲点头了。是。夫人怎么在这儿？可叫老奴好找。老夫人正要你过去见见三小姐呢。可是国公府的世子夫人。正是。小姐，您认识三小姐？只是觉得这是大喜事，徐妈妈先回吧，我随后便到。太好了，沈清芷，前世你对我百般折辱，这次你竟然自己送上门，欠了我的，我要你加倍偿还。小姐，懂了吗？知道了。婢女出府应该不受限制吧？不用。去吧。好戏就要开场了。见过母亲。起身吧。这就是三妹妹吧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这么叫我？芷儿，她是你嫂嫂，
不可无礼。哥，她算我哪门子的嫂嫂？难道你忘了宁安公主了吗？公主对你……不可胡说，我与公主清清白白，你莫要坏了她的清誉。不过一顶轿子抬进来，你们都没拜堂，算什么夫妻？我与侯爷确实只有婚书，不曾拜堂。若是侯府不待见我，只要侯爷写一张放妻书，我保证一刻都不多待。哥，你也看见了，人家根本就不稀罕当着侯爷夫人。住口！哥，你为了这贱人凶我！哥，这女人说你体内留有余毒，对吧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要验一验真假。我方才就叫人去请徐老了，他的医术可是举世闻名。等徐老来了，若哥你体内真有余毒，那我便认了他这福星；如果没有，就得把这个脚家人赶出侯府。好，就依世子夫人所言，若侯爷无恙，我立刻离开。母亲，哥，你们听见没？人家底气足着呢。他就这么笃定吗？还是说，他当真不愿做这侯爷夫人？老夫人，徐老来了，把徐老请进来吧。徐老，你快给我哥看看，我哥体内可还有残毒。侯爷请。徐老，难道贺星体内还有毒不成？不可能！太医都没看出来，徐老怎么可能看出来？待会儿我就正好借沈清芷之手回家，然后……侯爷体内的确还有余毒。什么？这该如何是好啊？老夫人不必慌张，侯爷是前些日子昏迷时用药过量，体内积累了些许药毒，侯爷阳气充足，不消即日便可自行恢复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被人下毒之说纯属无稽之谈。母亲，哥，你们可听到了？我就说哥没事，什么梦境之说都是这个女人编造出来的罢了。清芷，不许再对你嫂嫂不敬。侯爷，认赌服输，我现在就离开侯府，还请侯爷尽快叫人把放妻书送来。你真想离开？当日嫁进侯府，只为救侯爷，如今侯爷已经安然无恙，自然不敢高攀。罢了，只要你日后安分守子，这件事就算了。老夫人放心，今日之事，我绝不会叫人挑出侯府的错处。倒是个有心。干什么？三小姐说了，侯府的好东西可不能叫人顺走了。来人呀，给我搜身，记住搜仔细了。我看谁敢！他不敢动手，你一起上，撕了这个小贱人！住手！阿姐，阿姐，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没事。沈侯爷，你们侯府就是这样欺辱我阿嫂的吗？也罢，我看侯爷也非良配，明日我便带族老上门，商要和离一事。但刚才的事，还请侯爷务必给我一个说法。沈清芷，我就是让人检查一下，都是为了侯府着想。闭嘴！把他们拖下去杖责50。哥，苏公子、夫人，今日确实是侯府不对，你们想要什么补偿，尽管提。不必了，世子夫人欺人太甚。那我也就趁此机会说清楚了。今日我跨出去这个门，来日再想让我回来，须得世子夫人跪下求我。苏千香，你别做梦了，下辈子我都不可能去求你。最好如此。阿姐，之前是我背你出嫁，今日就由我背你回家。好。阿姐，
幸好你提前让浅月来找我，侯府真是太过分了。要我说，这侯府不待也罢，我改明儿就给你找3、5个好人家去，保证每一个都比那个病殃殃的长宁侯靠谱。放心吧，阿姐不在意。母亲，给苏家的聘礼不必收回，就当做给他的补偿吧。至于和离的原因，对外宣称是我在战场上伤了身体，不想误人韶华。什么叫你在战场上伤了身体？贺婷，贺婷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这是准备叫我们沈家绝后吗？小姐和少爷刚刚太解气了。阿姐，我看沈和平的舍不得的表情，说不定侯府还真会来求你回去。小滑头，你刚刚还说要我改嫁呢。他们家那么欺辱你，我怎么着都得给他点苦头吃。小舅子替姐姐出头，天经地义。你呀，小小年纪哪学来的这些？好了，说正事。阿姐，你放心，浅月已经告诉我了，二爷家估计都知道了。不错。但是阿姐，你为什么要把你被休的消息透露给二爷家呀？他们向来跟咱家不对付，如今怕是要亲自过来挖苦你了。我就是要他们过来闹。啊！前一世二房和沈追、慕云霄联手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这一世，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这都是苏倩雅自找的。若她乖乖嫁给我，还能留在侯府锦衣玉食；若没我护着，只能滚出侯府。少爷说的是，原本我还不知该如何破局，如今倒是省事不少。少爷请吩咐。找机会把苏坚发送走。只当了1天的侯爷夫人就被扫地出门，伤心欲绝，自缢而亡最合适他不过。遵命。阶下，阿娘，阿娘，女儿好想你。侯府的事情阿娘都知道了，是阿娘对不起你，不该听你二叔的叫你嫁过去，都是阿娘不好。不是的，阿娘，错的不是你。阿娘，阿姐，我们回去吧。没事，坚和，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，咱们回家。孔妈妈，你这是想干什么？难道今日出门没戴眼睛吗？哟，侯爷夫人，您今日怎么登门了？这也不到回门的时候呀！快去禀告二夫人，就说侯爷夫人来了。孔妈妈，你吵扰什么？蒹葭回自己家，难不成还要经过你同意？总算来了。侯爷呢？怎么不见侯爷跟你一起回来？对啊，怎么不见大姐夫？阿姐与侯府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以后不准再提侯府。还有侯府送来的那些聘礼，也请二婶整理出来，明日便叫人还回去。什么叫与侯府再无关系？大姐姐，你该不是被侯爷给休了吧？大姐姐的命真是好苦呀，就这么被休了，若是换做我，怕是都没脸活了。脸面这种东西，你们还有吗？蒹葭，婉儿也是心疼你。心疼我？心疼我就是安排刁奴向我泼水吗？那是二婶怕是忘了，你们只是借住在这儿，怎么借住的久了，就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主人了？娘，蒹葭觉得二婶一家也是时候离开您陪嫁的宅子了吧？不错，我看在夫君的面上收留了你们10多年，如今夫君过世了，你们也是时候走了吧，省得被奸虾连累，若误了你儿女的前程。我一直以为是苏家厂房借住在二房这里，没想到这宅子竟是厂房的。那他们有什么资格不让苏家大姑娘进门？嫂嫂，我不过就事论事罢了，你竟要与我们二房分家？二婶，何谈分家？你们二房吃的、住的、用的银子，哪样不是用的我阿娘的嫁妆？就是，
二婶怕是得了健忘症吧？你们胡说！这宅子是你们长房的不错，可这些年却是我们二房养着你们。就是伯母、大姐姐，不带你们这样欺负人的。二叔只是一个五品参事，1年的俸禄也就200两银子。二婶身上穿的可是蜀锦，1匹就要100两银子。二妹妹头上那头珍珠的头面，更是少了300两银子，拿不下来。二叔哪来这么多俸禄？莫非这些都是他贪墨所得？你这个小贱蹄子胡说什么？难怪侯爷不要你，像你这种忤逆不孝的东西，就该千刀万剐了去！闭嘴！阿娘，你竟敢打我阿娘！我跟你拼了！你们都是死的吗？没看见嫂嫂和剑夏发了疯，还不把他们捆起来？我看谁敢！你们的卖身契可都在我手里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们这些下贱东西，敢违抗阿娘的命令，不想活了吗？闹什么闹？也不嫌丢人现眼！哎呀，是苏二爷来了！是芸娘和婉儿冲撞了嫂嫂，我在这里替他们给嫂嫂赔不是了。嫂嫂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家再说可好？二叔，你来的正好，侄女有几句话想问二叔。你阿娘身体不好，咱们先回去再说。敢问二叔，这宅子到底是谁的？千雅，咱们的家事就别在大庭广众下商讨吧。二叔，我只问你，这宅子到底是谁的？大哥的。二叔1年的俸劳不超200两银子是吧？二婶说这些年是你养着我们一家，我就问二叔，他说的可对？若我记得不错，单你腰间那块玉佩就要纹银1000两，你不吃不喝也要5年的时间才能买这么一块玉佩，不知二叔从何而来的银钱？嘿，照这样算来，二叔这些年也不知贪污了多少银子。蒹葭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我何时贪污过一个子儿？哦，这么说二叔承认了，这些年你们二房所有人全都是靠着我阿娘的嫁妆过活。蒹葭，一家人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？亲兄弟尚且明算账，二叔，我阿爹去了这么多年，你带着一大家子，你天天吃寡嫂的，就不嫌臊得慌吗？二叔这是想赖账。阿衍，我们报官。好的，阿姐。亲兄弟尚且明算账，二叔，我阿爹去了这么多年，你带着一大家子，你天天吃寡嫂的，就不嫌臊得慌吗？二叔这是想赖账。阿衍，我们报官。好的，阿姐。侯爷，银甲位已就位。夫人还好吗？我们已经安排好人，暗中保障夫人的安危。不过，什么？那夫人现在的情况如何？苏家二房碍于脸面，还算克制，夫人已经掌控住了局面。那就好。你和京兆尹知唤一声，到时秉公执法便可。是。侯爷，您睡了吗？你不知道，我当时是醒着的吧？大人请。发生了何事？下官见过大人，叫大人瞧笑话了，不过是些家长里短的琐事，下官自行处理便是。大人，学生要告苏建良，欠债不还，还想要霸占我阿娘的宅子，据为己有。民女苏千家要告孟氏将侯府送来的聘礼悉数侵吞。混账！哪有侄儿状告自己的叔叔，侄女状告自己的婶婶的？二弟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阿衍和奸姬不过想让你把这些年吃我的用我的那些都还回来，他们有什么错处要叫你指着鼻子骂？大人，民妇也要告苏建良，让他把这些年欠我的银钱全都还回来。这桩案子本官受理了。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
谁能找出二房这些年的账簿，便可继续留在苏家，且既往不咎。大小姐，老奴知道二夫人的账本在哪儿，这就去给大小姐找出来。你这个老贱奴，怎么敢背叛我？你给我回来！我帮衬嫂嫂一家这么多年，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嫂嫂当真一点情分都不念了吗？二叔，我阿娘就是太讲情分了，才将你们纵得反客为主。大小姐，账簿来了。浅月，每笔账都仔仔细细算清楚，省得他们不认账。是。小姐，除去二夫人的辛苦费，再除去二老爷的俸禄，这些年二房总算花费159763两银子。什么？怎么会有这么多？二叔，众人可都听得一清二楚，你这是想赖账吗？这些银子我们认，待我回房取了银子，先还你们一部分，余下的慢慢还，保证到你们手上的分文不少。二夫人这话真是可笑，老奴可是记得你还存了一笔私房钱，足足有3万两银子呢。你这个老贱奴，我要杀了你！不知二夫人想杀了谁？大人，我就是随口这么一说，没想着真杀人。嫂嫂，你狠心赶我们走也就算了，也得准许我们收拾一下行李吧。我记得父亲说过，二叔二婶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东西的。浅月，小姐早就起来了。当年二叔是一路乞讨来投靠我们的，就带了2只破碗，如今物归原主，还请二叔谨慎收好，莫要碎。你既已物归原主，苏大人还是抓紧把欠人家的银子还了才是。我知道二叔现在没有银子，我们也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。这样吧，只要二叔写一张欠条就行，日后可以慢慢还。哼，好，这欠条我写。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？不可以，劳烦二叔、二婶还有婉儿妹妹把身上的玉佩、首饰都取下来还给我们，毕竟这些都是我们苏家的东西。好，好，都还你。苏剑侠，未来我定要你付出代价。叫人把这些东西换成银子，分发给城中的乞丐，也好叫他们吃顿饱饭。苏小姐真是心善，既然事情解决了，那本官就先走了。今日辛苦大人了，多谢大人主持公道。大人慢走，我会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日后若哪个生出不该有的心思，我绝不手下留情。是。大患已除，接下来就等着侯府上门求我了。还是表哥聪明，这下既可以除了苏钱虾那个小贱人，还可以把沈清芷拖下水，旁人只会以为是他叫人杀了苏钱虾。这2日叫你受委屈了，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明日府中众人就会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福星。表哥你真好。等孩子出生，我就想办法将他和旁支族人的子嗣调换，再让老夫人从旁支选个孩子过移到沈鹤亭名下，这样侯府的一切可都是我的了。大少爷，听雨轩的侍卫全都换了，咱们的人根本进不去啊！就连厨房的婆子给侯爷送晚饭也被挡在外面。不好，父亲这是起了疑心。侯爷，咱们派去保护夫人的银甲卫刚刚来报，有人刺杀苏姑娘，对方有5个人，皆训练有素，本来生擒了2人，怎料他们竟服毒自尽了。什么？莫非是3小姐的人？她虽然骄纵跋扈了些，但还没有这么傻，叫人去查清楚。是。侯爷，侯爷，您醒醒！鹤亭醒了吗？祖母别担心，昨日徐老不是说父亲只是有点虚弱吗？兴许父亲很快就会醒的。是啊，徐老的医术不比宫里的太医差，他都说父亲没事，父亲定然没事。对，徐老不会看错的。太医来了。侯爷脉象正常，身体康健，老夫实在不知他为何昏迷呀。什么？对了，监和有法子，让监和回来，只要他肯回来，依旧是这侯府主母。坠儿、云舒，劳烦你陪徐妈妈走一趟，这样才显得有诚意。祖母，不如再等等吧。若是明日父亲还不醒，再叫人去请他也不晚。是啊，太医都说了没问题，
兴许只是父亲睡得太沉了。那就再等等吧。难道父亲体内的毒已经加重了？蜡烛内的解药不够解毒了吗？老夫人，先回去休息吧。一宿了，贺婷完全没有醒过来的迹象。徐妈妈，快去请剑虾回来啊！可是夫人走的时候说过要三小姐亲自去跪请，她才会回来。那就去把芷儿叫回来，让她去跪求剑虾。是。苏剑虾，你给我出来！不知世子夫人有何指教？跟我回去，接着做你的侯爷夫人。世子夫人是在痴人说梦吗？这里不欢迎你，请回吧。苏剑虾，你给我站住！世子夫人，你若是再胡搅蛮缠，我就叫人去报官了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肯跟我回去？说我不配的是世子夫人，现在要我回去的也是世子夫人。世子夫人不自觉自己很可笑吗？废话少说，直接说你要什么吧。我以为世子夫人知道呢，毕竟我离开时已经说得很清楚。你想让我跪下求你？你不是梦到我哥中毒了？若你能梦到解药的话，我才能跪求于你。不好意思，要让世子夫人失望了。昨晚我恰巧就梦到。你若是敢骗我，我要你们苏家所有人的命！信不信全在世子夫人，恕不奉陪。苏姑娘，老奴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姑娘若真与侯爷和离，这世间怕是再没有姑娘的容身之处了。想来姑娘也是不愿连累家人的。老奴听闻你还有个弟弟，竟敢拿我家人威胁我，很好，那就让侯爷跟我们陪葬。苏剑沙，你给我记住，我跟你没完！你不就是想让我跪下求你吗？好，我如你所愿。世子夫人怕不是耳朵有问题，我何时答应过你要回侯府了？苏剑霄，你耍我！世子夫人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回吧。苏剑熙，给我等着！母亲，我都跪下来求他了，哼，可见他说的梦到舅哥的犯法都是假的。你快去把掌家的对牌拿过来。母亲，你要对牌做什么？我要亲自去接剑霞回来。夫人，老夫人吩咐了，从今天开始由你掌家。我身卑未贱，难堪大任，请老夫人莫要再为难我。蒹葭，是母亲错了，你就原谅母亲这一回吧。只要你肯跟母亲回侯府，以后府上的事由你说了算。想叫我阿姐回去，可以。成婚的时候，你们怎么用八抬大轿把她抬回沈家的，今日就怎么把她抬回去，否则休想。阿言说的正是我想说的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徐妈妈，你立刻叫人去准备，不仅要八抬大轿，鼓乐也不能少。请老夫人允许我和阿弟说几句话。阿言，阿姐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梦里的事重演。若你想回侯府就回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仰仗，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和阿娘。那就交给你了。这又是哪家迎娶心腹呢？什么迎娶心腹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是侯府又将苏姑娘接了回去，听说还是侯府老夫人亲自出马，苏姑娘才肯跟他们回去呢。侯府？哪个侯府？长宁侯府啊！不知轿子里坐的是谁？轿子里坐的是长宁侯的夫人。她算什么东西，也能配得上贺廷哥？苏千阳，现在可以把我哥的解药交出来了吧？青芷，你就是这般跟嫂嫂说话的，马上跟建华道歉。凭什么？只许他做，就不许别人说了？我敢肯定，就是他对哥做了什么，不然为何只有他知道哥中毒了？难道宫里的太医都是吃干饭的吗？小姐，可见这侯府并不欢迎咱们，你还是把掌家的对牌还给老夫人吧。青芷，你没有听到我的话吗？我要你道歉。嫂嫂，对不起。母亲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云舒，你与我一道嫁入侯府给侯爷冲喜，按理说你应该与我一样，给老夫人和侯爷分忧，怎的你毫无注意？莫不是那位高人掐算错了？哎呀，这时候就别管这些了，走吧，蒹葭，先看看贺廷。
此方便是我梦中出现的解药。让我看看写的都是些什么鬼东西。徐老马上就到了，要是他说这方子有问题，你可就是要害死我哥了。怎么这副表情？是我的字很难看吗？还是大少爷见过这方子？我只是意外，母亲竟写得一手好字，还真能对上几味药。这个蠢货还不知道这方子已经没用了吗？谁知道这张方子有没有问题？我已经把徐老请来了，得让他看看。胡闹！我早就说过侯爷并未中毒，你们竟敢让他乱服药，你们这是想要侯爷的命啊！徐老可否借我一根银针？你想做什么？一根银针而已，徐老不会不舍得吧？给！怎么可能？侯爷真的中毒了？可侯爷的脉象还是没有问题啊！我回去后翻阅了古籍，偶然从上面得知，有些毒隐藏于体内，诡异莫测，须得用银针刺探合谷穴才能显现出来。没想到还真试出来了。我怎么就想不到呢？我知道了，知道什么了？侯爷中的定是毒经上的毒，只是这毒经早已经失传，我才没有想到。可是该怎么治疗呢？您看看这张方子能否解了贺婷身上的毒？这用药真是极其精妙。至于能不能解侯爷身上的毒，叫人去熬一碗过来，老夫自有办法验证。好，老身这就安排人去熬药。待银针取出后，若颜色不变，则说明这碗药没有效果；反之，则说明有效果。这药有效！快给贺儿喂药！太好了，我儿终于有救了。世子夫人该不会又要说是我给侯爷下的毒吧？徐老可是说了，毒经早已经失传了。你觉得我有那个本事吗？简雅，你可梦到这次贺婷什么时候能醒？怕是要等到明日清晨了。简雅，母亲真是太感谢你了，有你真是侯府的一大幸事。怎么有股血腥味？之前只知道他胸口有伤，竟不知这里也伤到了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侯爷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发现你身上还有伤，你人又昏迷不醒，这才想要帮你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药呢？你不是要替我上药吗？药在这里，侯爷既然醒了，就自己上吧。侯爷还有什么吩咐？我胸口的伤牵连手臂，双手不大灵活，劳烦你帮我上一下药。好，我这就给侯爷上药。这就是个木头桩子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多谢。那我先出去了。该死，怎么又让苏寒怡得逞了？苏寒怡竟然就这样掌管了中府，她凭什么？这个你放心，姑姑不会就这样坐视不理的。少夫人，夫人请您过去一趟，她又想搞什么幺蛾子？没事，我们见招拆招就行。儿媳见过母亲。不必多礼。云舒，母亲今天找你是有一事相求。母亲尽管吩咐。云舒啊，老夫人虽把掌家权交给我，可你也知道，我哪里懂得管家这些事儿。你父亲大病初愈，需要人照料，我就想着让你帮我一把。什么？母亲，这可万万使不得。罢了，看来只能让母亲先暂替我掌管府中诸多事务了。不妥啊，母亲，祖母好不容易卸下担子，还是别辛苦他老人家了吧。说的也是，可这下怎么办呢？若是母亲不嫌我做的不好，儿媳当然愿意替母亲分忧。苏建雅这个蠢货，竟然就这样把管家权拱手相让，那就有劳云舒了。母亲客气了，这是云舒应该做的。夫人，今日所需的东西都已经采买回来，还请夫人前去过目。云舒，我该伺候你父亲服药了，这些事就交给你了。
少夫人自会跟你去过目。夫人这是放权给少夫人了。这烫手山芋可不是那么好接的。今天早上母亲还好好的，怎会突然晕倒？快请太医来。已经请了，老奴也不知老夫人怎么就晕过去了。居然连老夫人都敢动，还真是迫不及待想把我赶下台啊！母亲，你醒醒啊！女儿来看你了。太医马上就到，母亲定会没事的。母亲都成了这样，怎么一点都不见你伤心？我若是哭一哭，母亲就能醒来，我保证哭得比世子夫人都痛。哼，太医来了。太医，我祖母这是怎么了？启禀侯爷，老夫人这是中毒了，好在中毒不深，并无性命之忧。好端端的，母亲怎么会突然中毒？给我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想要害母亲，简直胆大包天！一切以母亲身体为重，还请太医先为母亲医治。母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还有哪里不舒服？贺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母亲，你中毒了。我何时中毒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太医说了，母亲中毒不深，无碍的。我记得当时正在用午膳。太医，劳烦了。是。这汤有毒。什么？这可是母亲日日都要服用的汤，他们这是想要母亲的命呀！是谁在这府里作祟？先是贺婷，又是我，下一个他们准备害谁？给我查，一定要把凶手给揪出来！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今日可是嫂子第一次掌家，怎么就出了这样的事？我倒不是在拐拽你，只希望你做事能够谨慎一些。这府里上上下下加起来几百口子，谁的命不是命？先查清楚再说。哼！老夫人，侯爷，老奴冤枉啊！就是给老奴100个胆子，老奴也绝不敢加害老夫人。启禀侯爷，今日的问题就出在这些菌子上，里面混入了有毒的菌子。今日是谁负责采买的？难怪夏妈妈一大早就让我去过目今日采买的东西，原来在这里等着我。求老夫人饶命啊！今日老奴采买回来后，就去请夫人前来过目，结果夫人只派了少夫人过来，这些菌子全都是少夫人瞧过没有问题，老奴才敢拿到灶房的。什么？祖母，孙七是看过，可孙七也不知道这里面混入了有毒的菌子。母亲，还请责罚苏千家和慕云兄2人。苏尖虾掌家却将对牌交给一个晚辈，慕云树更是离谱，第一天就弄出这种乱子。他们一个是掌家夫人，一个是少夫人，上行下效，若错事不罚，如何服用？是呀，老夫人，今日亏得您福大命大，可明日呢？这得有多少条命才能经得起他们这么折腾啊？母亲，世子夫人说得很对，只不过儿媳以为这最该罚的人不是儿媳与云舒，而是负责采买的夏妈妈。今日换了个人掌家，他就能把有毒的菌子买回来，那他往日是如何采买的？全靠运气吗？况且儿媳还从未听闻哪家的掌家夫人需要去分辨毒菌子的。是啊，祖母，若这点小事都要主子们操心，那还要他们有什么用？倒不如把他们全都打发出去，也省得浪费银钱。求老夫人饶命啊！老奴只是一时疏忽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这一时疏忽，就险些要了老夫人的命。我倒是好奇，你日日采买菌子，怎就偏在我掌家的第一天疏忽了呢？说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没有人指使老奴，真就是老奴一时疏忽了。是啊，都有人敢下毒害贺婷。来人，把这刁奴给我拖出去狠狠地打，一直打到他肯说实话为止。求老夫人饶命啊！祖母，夏妈妈包藏祸心，说什么都不能再用了。可侯府日日都要采买，得换个稳所的人才是。采买可是个肥差，不管今日由谁补上，都得成我这个人情。是这个理，只是该换成谁，这事你来决定吧。是。前世我在这侯府吃都吃不饱，灶房送来的饭不是馊的，就是掺杂了沙土的，根本没有办法入口。
而尤妈妈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。你上前来。老奴见过夫人。你可能分辨出有毒的菌子。回夫人的话，老奴可以。以后府里的采买就交给你了，你可愿意？夫人，老奴愿意。她不过是一个粗使的婆子，如何干得好采买这种精细的活？陈妈妈是造房的总管事，向来干事稳妥，我看她就不错。夫人，老奴也能认出有毒的菌子来。哦，你既是造房总管事，又能分辨出有毒的菌子来，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为何今日母亲会中毒？可是你消极怠工。陈妈妈该不是想说你也是一时疏忽了吧？回少夫人的话，老奴当时在忙着别的事儿，没有注意到今日用的菌子。既然你办事如此不上心，这管事你也就别做了，从今日下降为2等仆妇。老夫人，老奴愿意着任。快说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是夫人指使老奴。哦，我为何要指使你谋害老夫人？夫人怨恨老夫人曾将她赶出侯府，因此怀恨在心。她也不知从何处听闻老夫人喜食菌菇汤，这才找上老奴，为的就是置老夫人于死地。正是因为她心中有鬼，才叫少夫人来过目。她不仅要害老夫人，还想让少夫人替她背这个锅。亏我这么相信母亲，你陷害我也就算了，怎敢谋害祖母？母亲，真没想到谋害老夫人的竟然是你！哥，快叫人把他拿下！夏妈妈，我在何时何地见了你？夫人难道忘了吗？昨晚你在后花园见了老奴。你胡说！我家小姐昨晚根本没有去过后花园，更没有见过你。哼，你是夫人的陪嫁丫头，自然要向着夫人说话。他们的话不足为信，那侯爷的呢？什么？昨晚夫人从未踏出过听雨轩半步，难不成你在梦中与她相见了？你这个刁奴竟敢戏耍我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先饿他几天再说。多谢母亲。老夫人，老奴知错了，老奴知道错了，老奴只是为三姑娘打抱不平。她那样一个金尊玉贵的人儿，凭什么要给夫人下跪？老奴真没想着害老夫人。母亲，儿媳有句话不得不提醒您，这府里怕是没那么安宁。这张家对牌真是催命符，苏剑夏肯定是故意的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要不我把对牌还回去？罢了，苏剑霞想让你替他挡祸，总要付出代价。这对牌他给出去容易，再想要回去可就难了。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治他。什么办法？你可还记得苏剑霞的二叔？听说他们现在过得很落魄啊。原来如此。夫人，该下车了。姐夫，求姐夫救救我阿娘吧，她病了，病得很重，就快要死了。原是二婶病了呀，前月你去请个大夫来给二婶看看，他们欠下的银子可快分毫未还，说什么也不能叫二婶英年早逝。是，大姐姐，阿娘她这是心病啊，一笔写不出2个苏字，求大姐姐发发善心，让我们回来吧。二婶如此惦念我们，可是急着把钱还给我们，也不知二婶这些日子在何处做工，又攒了多少银子。阿娘这些日子病了，还怎么赚钱？那二妹妹呢？二妹妹可曾去做工？姐夫，还是先叫人把阿娘抬回家吧，她已经成了这样，受不住热气的。二妹妹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二婶可是真病了？大姐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阿娘都病成这样，还能是假的不成？难道你想见死不救吗？真是好得很。啊！你这个长毛的畜生，快滚开，不要靠近我！不是说他病得快要死了吗？原来这孟氏竟然是装的，可见他根本没有半点悔过之心啊。这二婶不是病了吗？怎么突然就好了？我这一见你，心中高兴，也不知怎的，这病就好了。哼，你不就是看侯爷今日登门，才想了这么一出吗？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！只要我活一日，就绝不允许你们踏进苏家一步。来人，送客！不劳你们了，
侯爷还算诚恳，那就请吧。殿下，你回去之后，侯府的人没有为难你吧？阿娘，你放心吧，侯府不敢为难我。那侯爷呢？侯爷对我也是极好的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你也别怕，母亲永远欢迎你回来。侯爷，今天天气不错啊。您身体还好吧？那个，我突然想起课业还没完成，先失陪了。逗你呢，回来吧。这么久了，帮你姐找到好人家了吗？哎呀，那就是玩笑话。算了，除了回门礼，我还专门为你带了这个，想来对你还是有用的。这不是国子院的举荐信吗？多谢侯爷。不错，安心收下就好。文人最忌迂腐，你是个可造之才。多谢侯爷为我阿弟准备了举荐信。若说谢，该是我谢你，是你救了我一命。侯爷应该有所察觉，那药并不能解了侯爷身上的毒，只能暂时压制。毒精已经失传，能压制已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暂时先不要告诉母亲，省得她忧心。自然。今日之事，你做得极好。什么？你二叔一家的事，善也是有底线的。若是王母，那便是愚蠢，所以你做得很好。不管什么人欺负了我，我都可以还回去吗？那是自然。求夫人救救奴婢吧！少夫人要将奴婢卖到勾连瓦进去，奴婢已经……你是何人？奴婢巧儿，是大少爷的同房丫头。这是上辈子的巧姨娘。夫人，奴婢已经怀了大少爷的个骨肉，绝不能去那种烟杂的地方啊！夫人若不救奴婢，奴婢唯有一死了。夫人心善，救救奴婢吧！前世我嫁进来的时候，巧儿已经有了1个月的身孕，慕云舒把巧儿抬成了姨娘，不想却在3个月的时候落了胎。巧儿借机诬陷我，让我落了个毒妇的名声。不过这背后也有慕云舒的手笔。夫人，若想让我出手救你，也可以。不过我要听实话，只要夫人肯救奴婢，奴婢日后愿为夫人所用。来这儿之前，你还见过什么人？奴婢见了三小姐，是她救下奴婢。也是她让你来找我的吧？是的，世子夫人说夫人最是心善，让奴婢来找夫人，夫人绝不会见死不救。大少爷可知道你有孕的事？奴婢也是刚知道，都还来不及跟大少爷说，就被少夫人察觉。你是只求活命，还是想连腹中的孩子一并保全？求夫人帮奴婢保全腹中的孩子。好，我可以让你保住腹中的孩子，但你别忘了刚才说过的话。奴婢绝不敢忘。慕云舒，我可要以牙还牙了。来了。老夫人，事儿我都听说了。云舒到底是年轻气盛，她才进门，刑检房里的丫头就有了身孕，她心里有气也能理解。幸好也没酿成什么大祸，您就饶了她这一次吧。祖母，这事儿真论起来是孙儿的不是，若您非要罚就罚孙儿吧。母亲，只不正这一回刑检一下就儿女双全了，不如让他们把人领回去，好生照应着也就是了。是啊，我原本还担心云舒肚子里的若是个女孩该如何是好，这下倒是不用愁了。什么意思？他这是要留下巧儿怀的孽种。侯府绝不允许发生那种害人性命的事，这一次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行了，你们把人领回去吧。这丫头到底有了身孕，就抬成姨娘吧。谢老夫人。你这个贱婢！来人啊，快传大夫！都是奴婢的错，是奴婢不该怀了大少爷的孩子，奴婢愿落了这个孩子，离府而去，只求少夫人息怒，千万莫要气坏自己的身子。你这个贱人说的倒是好听，真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云舒，够了！我已经说了，这只是个意外，你要怪就怪我。巧儿的孩子是无辜的。他无辜，那我呢？我就不无辜了吗？你
好了，都闹什么？这怎么也算好事？非闹出人命来才肯甘休吗？云舒，不是母亲说你身为正室便要大度，如今行检只巧儿这一个姨娘，你就这般闹腾，岂不是叫人笑话？慕云舒，上辈子你训斥我的话，这辈子我可就原封不动还回去了。母亲说的是，行检你好好哄哄云舒，可别真动了胎气。若是真伤到腹中的胎儿，到时候可就追悔莫及了。是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我就先回去照顾你父亲了。母亲慢走。起来吧，小心伤到孩子。奴婢只想让少夫人消气，大少爷怎么皱着眉？可是头疾又犯了，不如让奴婢给大少爷揉揉。明日大少爷还要去国子监读书，读书可是大事，半点也耽误不得。云舒，我明日还得去国子监，你既然已经没事了，就让婢女好生看顾着。我先去休息了。夫君，贱人，不就是仗着自己的肚子，有命怀也得有命生。什么事儿值得你在我跟前撒气？公主您别误会，不是朝您撒气，还不是那个苏氏，整天摆一副嫂子的派头。堂堂侯府嫡女，国公世子夫人，竟然要跪下求她这个破落户，凭什么？那确实太过分了。本宫知道鹤廷哥哥娶了她是委屈了，可没想到这女人竟然跋扈至此。是啊，她就知道欺负人。要是我的嫂子是你，这家肯定和睦10000倍。终究是有缘无分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知道还有一人想除掉苏剑侠，就这么办。主子，烙哥好了。主子，现在也没看您继续出手帮巧姨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给她抬一手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，剩下的便看她自己的手段了。夫人，求求你救救我家姨娘吧！夫人，求你了，我家姨娘昏过去了，孩子怕是也凶多吉少。虽然少爷赶过去了，但少爷向来偏袒少夫人。你先回去吧，我马上就到。你这个贱婢还装上了！你给我起来，听到没有？否则我叫人撕了你！慕云舒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为了一个贱婢，你竟然哄我！血，好多血！快去找大夫！沈追，我都说了，这个贱人是装的，我不许你碰她。今日我和这个贱婢，你只能选一个人。你若是敢动她，我马上就离开侯府。云舒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闹？人命关天，你快让开！我先带她回房，剩下的事之后再说。大少爷，求你救救我家姨娘吧！你不在的时候，少夫人日日给姨娘立规矩，动辄打骂不说，还用绣花针扎我家姨娘，更是威逼她不准告诉大少爷。不信你看。慕云舒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。我不过扎了她几下而已，根本没有这么多。她身上这些乌青也不是我弄出来的。你竟敢打我！我要跟你拼了！快住手！你是不是疯了？够了！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乔姨娘怎么出了这么多血，还不赶紧让人把她送回去？你是没听清，还是想忤逆长辈？儿媳不敢。你可知自己错在何处？儿媳不该苛待巧姨娘。身为正室，苛待妾意。若巧姨娘腹中的孩子真有个3长2短，我就是叫刑镜休了你，旁人也说不出什么。母亲教训的是，儿媳知错了。行了，你把家规抄写个100遍，明日叫人交给我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100遍，这不就是为了熬瞎我的眼睛吗？苏千瑶，你也就只能得意这一时了。哼，要不是你派人来追我，我肯定是不会继续留在这儿的。今日只是我见了血，一时被吓到了，这才口不择言。还好你大度没计较。慕云舒，时至今日我才看清你的本性，要不是为了我的计划。表哥，你可是答应了我的，以后绝不再见巧儿那个贱人，等她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抱过来给我养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我就知道表哥最疼我了。少爷、少夫人，老夫人派奴婢过来办事。进来吧。徐妈妈，这是何意？
这是老夫人的意思。少夫人和巧姨娘都怀着身子不方便，但总得有人伺候大少爷。以后云儿和莲儿就留在大少爷房中伺候了。我不需要，劳烦徐妈妈把他们都带回去。大少爷，老夫人这也是为了少夫人的名声着想，今日才出了巧妈妈那桩事，若是再把他们撵走，想来少夫人也不愿被扣上一个妒妇的帽头吧。还请妈妈给我一句实话，这到底是祖母的意思，还是……这是夫人向老夫人提议的，一来磨一磨少夫人的性子，二来大少爷身边也不能没有服侍的人。便是母亲也不好插手我房中的事，这事若是传出去了，想必对母亲也不好。为了少夫人着想，老奴劝大少爷还是把人留下的好。若少夫人真落一个善妒的名声，后面可就难办了。也是，那就劳烦徐妈妈把这2个丫鬟带去偏房了。又是苏剑夏这个贱人干的好事，除掉他，必须除掉他！竟然插手到了我房中的事，苏剑夏。宁安公主邀请你去赏花宴的事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你若不想去，无需勉强自己。侯爷不想我去吗？不是，我只是担心你。我懂侯爷的意思，可我身处这个位置，能避开一次，还能避开一辈子不成？何况公主毕竟代表了皇家颜面，想必不敢明面上有什么大动作。行，那明日你和芷儿一道去，我派人护送你们。多谢侯爷。上一世我没参加这场赏花宴，看来此番是要探探龙潭府穴了。姐姐，你可算来了，我都等你许久了。苏儿怎么在这儿？宁安公主竟然也邀请了她。你倒也不必叫得这么亲热，更不必在这里等你。前些日子的事，你能忘了，我却不能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宁安公主驾到！公主来了。拜见公主。起身吧。谢公主。这位便是长宁侯夫人吧？是，苏氏奸虾见过宁安公主。好一个蕙质兰心的女子，难怪侯爷如此爱重。你们成婚的时候，本公主未能赶回来参加你们的喜宴，特意叫人给你准备了一份贺礼。多谢公主。回公主的话，臣女在此。本公主前些日子听闻两位起了些权柄，到底是自家姐妹。今日本公主就做个和事佬，侯爷夫人与苏二姑娘冰释前嫌，可好？全凭公主吩咐。和事佬，倘若我点头，二房他们马上就会重新搬回苏家。可我若是不应，那便是罔顾亲情。宁安公主不愧是出身皇室，手段完全不是苏儿之流能比。公主言重了，何来冰释前嫌一说？本就是些金钱上的纠纷。公主既然做了个和事佬，那就请公主督促着他们尽快把债还上。再说旁的也不迟，或者公主心善，愿意替他们垫付，统共也没有多少银钱，不过10几万两银子罢了。若是如此，我自是全听公主的。大姐姐何至于此？这钱我们也没说不还。那你们倒是还呀！若只动嘴皮子，谁不会呢？到底是自家姐妹，你这也未免太过小气了。这么说，世子夫人打算替二妹妹还上这笔钱了？二妹妹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世子夫人如此慷慨，你还不赶紧谢话世子夫人？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要替她还钱了？原来世子夫人没打算替她还钱呀。世子夫人不是劝我不要小气吗？怎得世子夫人也如此小气呢？是本公主多事了，这本也你们的家事，本公主也不便插手。都坐下吧。既然知道不便插手，又为何要多此一举？大家都尝尝，这是去年宫里酿的青梅酒，这个时节喝正好。大家尽兴就好，用完餐可随意在行宫内赏花走动。这便是你说的公主要见我的地方。是，奴婢先出去了，公主稍后便到。不对劲，这里的香味道不对，闻了会使人身上燥热。小美人别慌，我来伺候你了，保证把你弄得舒舒服服的，送你直上云霄。放肆！怎么回事？不是说服了药就会自己贴上来吗？也没事，我就喜欢性子烈的。那就果然有问题。
还好我早有防备。好听吗？吴妈妈是沈清芷身边的人，这怕是为我准备了一场捉奸大戏。赏花宴上闺女如云，我若是被抓奸在床，怕是这辈子也就到头了。呀，那边怎么起了烟？可是走水了。公主，那边怕是真的走水了，也不知客房有没有交客，咱们赶紧过去瞧瞧吧。本宫这就过去查看。禀报殿下，是一间无人的客房走水了，现在已经被扑灭了。原来是虚惊一场，让诸位受惊了。既然无事，可别扫了兴致，咱们接着回去赏花吧。也不知谁这么不知羞耻，青天白日敢在行宫里做出这种丢人显眼的事儿，公主绝不能轻饶了他们。来人，去把里面的人拖出来。本公主也想瞧瞧，究竟是谁这般胆大包天，敢弄脏本公主的行宫。苏殿下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苏家涵呢？怎么会是吴妈妈？我的心肝小宝贝，我可真是爱死你了！天哪，这不是世子夫人身边的那个婆子吗？还是别看我。去取2桶井水来，让他们好好清醒清醒。求你们不要怪他，我们两情相悦，这才做出格的事来，我会对他负责的。不日我便上门提亲，娶她为妻。他的眼睛是摆设吗？若是没有他这番话，还可以推说他们是着了别人的算计，现在只会让人觉得他脑子有坑。呀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大家都聚在这里？苏殿下，你又坏了我的好事。世子夫人，刚才无意间听了2句，君子有成人之美。既然他心悦吴妈妈，且与吴妈妈当众做下这等糊涂事来，公主倒不如成全他们。如此一来，这桩丑事不就变成美谈了吗？更重要的是，也不会污了世子夫人的名声，毕竟是她身边的人。若是传出去了，也不好听，不是？苏姐姐说的对，倒不如成全了他们的好。这件事发生在公主的行宫，若是传出去了，只怕与公主的名声都有碍。这个提议甚好，就按他们说的办吧。这可是公主的恩赐，你们怎么还不磕头谢恩？谢公主成全。公主果然心善，我身上也没带别的，就送2位一枝花吧。祝2位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好了，经过这么一遭，本宫也累了，先去休息会儿。各位自行赏花吧。是。芷儿，你瞒着我办了这样的事也就算了，瞧瞧你把事情办成什么样。别人不会疑心你，只会疑心是我想要害苏氏。一定是苏贤飒这个贱人坏破了我的计划，我绝不会放过他的。公主你就放心吧，接下来你什么不用做，只要看我的就好。我一定要弄死这个贱人。你快给我打住！此事我自有主张。今日之事明面上是沈清芷的手笔，可若是没有公主的关系，她又如何能找到机会下药？果然是来者不善。大姐姐，你真是叫我好找，有事直说，不必藏着掖着。大姐姐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们这一回好不好？你如今已是侯爷夫人了，我们到底是一家人，总不能叫别人瞧笑话，对你的名声也有碍不是？而且阿衍尚且年幼，还需要有人帮衬着呢。苦肉计对我没用，你若是想跪，那就一直跪着好了。哦，对了，记得跪得端正些，不然看着碍眼。大姐姐，你究竟要怎样才肯原谅我们？只要你说，我一定做到。哦，我看见你就烦，想要你现在从我面前消失，行吗？苏天夏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怎么还不去死？大姐姐，我是真心实意来跟你道歉的，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想干什么？大姐姐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你若是还不解气，就拿这个捅上我几下，我保证一句怨言也没有。我是傻了才会平白无故给你递把柄。大姐姐，既然你想要我这条命，好，我给你。公主说的对，富贵全是搏出来的。今日我就用这条命做赌，赌苏千压一个身败名裂。若我侥幸不死，自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苏千压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给我滚开！世子夫人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
可你怎能因此就迁怒到我二妹妹身上？你好狠的心啊！竟然把她从这么高的地方推下去，你这是想要她的命？不是我没有，你还敢说你没有？那我二妹妹是怎么摔下去的？二妹妹啊，二妹妹，二妹妹，你不要死呀！二婶他们还等你回家呢。太医，谁能帮忙叫太医啊？呀，好多血！太医，快叫太医！苏二姑娘这是怎么了？是世子夫人，因着对我怀恨在心，把我二妹妹从凉亭上推下来的。苏千夏，你胡说！我没有要推苏婉儿，我亲眼所见。难道还有假不成？就是你将我二妹妹害死的。方才好像确实是沈小姐。这是怎么了？闹哄哄的。世子夫人害死了我二妹妹，求公主为我二妹妹做主。先叫太医看看。回公主的话，这位姑娘从高处坠落，已是回天乏术。真的是摔下来了。沈清芷这个蠢货，我不是叫她什么都不要做吗？我好好的布置全被她毁了。杀人偿命，公主最是公正不过，求公主为我二妹妹做主。什么叫我害死苏二牛家的？分明是你害死了她！我可是瞧得清楚，你手里拿了把匕首，想要杀了苏二姑娘。苏二姑娘为了躲避你，这才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落得个横死的下场。还算没有蠢到家。我叫人给苏婉儿的那把匕首，即便不在苏剑夏身上，也是被他丢在他附近。只要能找到这把匕首，就能证明是他害死了苏婉儿。侯爷夫人，芷儿说的可是真的？公主，你问他，他自是不会招认。那把匕首就藏在他身上，叫人一搜便知。什么匕首？我从未见过。这里是公主的行宫，你当守门的侍卫都是吃素的，怎会叫人携带利器进来？公主，你也看到了，都这个时候他竟然还敢狡辩，叫人搜身吧！我敢用性命担保，那把匕首一定在他身上。来人啊！侯爷夫人得罪了。可我身上根本没有什么匕首，是不是就可以证明，就是世子夫人把我二妹妹推下来的？她还想要污蔑我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那把匕首就在你身上。也可以这么说。慢着！长宁侯怎么来了？公主想要叫人搜我夫人的身，可以，不过须得有圣上的旨意。他来做什么？本来我就算计好了，只要搜个身，就能把杀人的罪名扣在沈清芷头上。他到底是沈清芷的亲哥哥，在这种大事上还会帮他不成？鹤亭哥哥，我这也是为了芷儿好。苏二姑娘被人推了下来，侯爷夫人一口咬定是芷儿把她推下来的，唯有这个法子才能还芷儿一个清白。沈鹤亭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爱上了这个苏氏。两个人只能保全一个的时候，你是选那个，还是选这个低贱的苏？侯爷，我愿意配合，还世子夫人一个清白。若是搜了身罪你清清白白，也会有损你的名声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想要搜我夫人的身，须得有圣上的旨意。二哥，叫人搜一搜她的身能怎么样？还能少块肉不成？总不过被说一两句闲话罢了。难道你想看我背上杀人的罪名吗？鹤亭，你要为芷儿想一想。二哥，我可是你唯一的亲妹妹啊！你难不成要帮着那个外人吗？快让人搜她的身啊！我问你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二哥，你这是不信我？分明是他拿着匕首想要杀了苏二姑娘，才害得苏二姑娘失足坠落下来。就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幕，他才会诬陷到我身上。推断凶手不一定要搜身，根据当时你们所站的位置也可以推断。是。你说说当时你们分别站在哪？二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当时苏建华朝我冲了过来，我就伸手推了他一把，不曾想他突然躲开，苏儿撞了过来，真的是他自己撞上来的。我一时失手才推了他一把，没想到。倘若芷儿没有失手，苏千夏没有躲开，此刻躺在地上的就会是苏千夏。二哥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至于苏婉儿死就死了，叫人给苏家一些补偿也是了。反正苏建良就个芝麻大的官，就是再给他几个胆子，他也不敢闹。鹤亭哥哥，你瞧芷儿都吓到了。既然这不过是场意外，我自会出面安抚苏家，这事就算了吧。毕竟谁也不想的。这可是沈清芷自己招认的。沈鹤亭，让我看看你接下来准备如何处置这件事吧。是准备用一句他不是故意的，用些银钱打发了苏建良，还是会来个大义灭亲，
失手杀人也是杀人。来人啊，把芷儿送到刑部。贺婷，刑部就算了吧，芷儿一个深闺中的女子，且又身份贵重，怎么能去那种地方？你叫她怎么受得住？况且还有国公府那边，你叫国公府的人以后怎么看她？失手杀人不需处以极刑，就按规矩来。沈清寒，希望你长长教训，以后不可再任性妄为了。至于苏婉儿的尸尸，也一并送去。这么大的事儿，竟然不立刻告诉我！贺婷，芷儿可是你亲妹妹，你昨日为什么叫人把她送进刑部大牢？我不管，你现在就去把芷儿接回来。还有你也是的，你就让着芷儿一点，能怎么样？母亲，这件事你不要管，我自有主张。还有，凭什么要让别人让着她？她就是被惯坏了。你先回听雨轩。我不管你有什么主张，我要你现在立刻去把芷儿接回来，否则我去刑部大牢陪她。今日赏花宴上，芷儿还曾设计想要毁了奸花的清白，好在寒花机智，逃过一劫。母亲，现在你可明白了？我这也是为芷儿好。就她那点浅薄的算计，能瞒得了谁？她这种品性，国公府不会捅出来，但我们也得拿出个态度来。芷儿她糊涂啊！大事不好了！苏家叫人抬了口棺材摆在侯府大门口，这会儿已经搭起灵棚来，还请了几个人哭丧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夫人可知道此事？夫人已经先行过去了，我马上就去。我的女儿啊，娘舍不得你啊！娘一定要让杀你的凶手给你偿命！二婶，你们在这哭有什么用？侯爷大义灭亲，已经叫人把世子夫人送到刑部大牢，断案的是刑部，判案的也是刑部，你们得去那里才有用。苏剑侠，是你这个贱人！二妹妹既然已经去了，你们该让她入土为安才是。这样将她抬来抬去，岂不是要惊扰得她魂魄不安？苏剑侠，你别忘了，婉儿也是你妹妹，你说的这叫什么时候的找话？听说婉儿死的时候你也在，是不是你与沈清之合力害死婉儿的？哪个不长眼的，快松手！侯爷，侯爷，慕云舒可害死我了！不是说苏坚如在侯府并不受宠吗？她不仅是你们苏家女，同样是我夫人。我的婉儿，她死得冤枉啊！求侯爷给我们做主，不能因为杀人凶手是侯爷的亲妹妹，侯爷就包庇她。瞧二婶这话说的，侯爷何时包庇世子夫人了？可婉儿到底死在沈清之手里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你们想要什么补偿？我们只想要杀人凶手给婉儿偿命，否则我就带着婉儿尸身去刑部闹。好啊，浅月，喊几个人把二婶送去刑部。等等！哦，怎么，这是不打算让世子夫人偿命了吗？世子夫人也不是有意的。那二婶现在是个什么章程？婉儿到底死在世子夫人手里，你们总得给些补偿吧？二婶这是想要银子？只是要银子就好办，待会儿拿银子打发了他们就是。对，我们也不多要，只要50万两。虽然我不在乎银子，可他们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啊。二叔一年的俸禄也不过才200两银子，50万两银子还不多吗？婉儿一条命就这么没了，我们要50万两银子还多吗？50万两银子一个字儿都不能少，否则我们就闹到刑部去，非要让世子夫人给婉儿偿命。就是你们真闹到了刑部又如何？二妹妹死在世子夫人手里是不假，可过失杀人，再怎么判都用不着偿命。来人啊，把他们送到刑部去。就算世子夫人不用偿命，那也得流放吧？我们要50万两银子怎么了？我早就听闻你与世子夫人不睦，你当然不想救她。老夫人，你真忍心看着世子夫人流放吗？剑雅，要不就给他们吧。母亲怕是忘了，如今当家做主的是谁？还有，世子夫人虽是我们沈家女，可她现在已经是国公府的人，这钱于情于理也调国公府。儿媳这话不错吧？二婶，要不你们去国公府问问，他们肯不肯掏这50万两银？苏剑侠，你好歹毒的心啊！你就是见不得世子夫人好。老夫人你也看到了，到底安的是什么心思？她这样心狠毒辣的人，根本不配做侯爷夫人，就该叫侯爷休了她。10万两银子已经不少了，你们若是不要，那就请出门左拐，要么去国公府，要么去刑部。什么？你这个黑心烂肺的，也不怕天打雷劈！我的婉儿连命都没了，拿10万两银子就想打发了我们？你当我们是街边的叫花子吗？50万两银子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！这孟氏根本就是泼皮无赖，奸罪是对的。苏家二房也太过分了。这事儿我听监家的，他说10万两，那就是10万两，多1分你们也别想。这钱你们爱要就要，不要就请出去，你们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。
来人，送客。 30万两银子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再少了。浅月，送客。最少也得20万两银子。二婶您请吧，怎得非要人3请4请吗？15万两，苏建雅，我只要15万两银子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好，15万银子我应下了。既然母亲开口了，15万两就15万两吧。只是你们得写一封谅解书，白纸黑字写明你们原谅世子夫人，且这事就此作罢，不可一而再上门讨要银子。行，我写。 慢着，苏天霞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难道你想昧了婉儿的卖命钱不成？浅月，把欠条拿出来。这可是二老爷亲自写下的欠条，怎么你们想不认账吗？欠条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们二方一共欠我们159763两银子。除了这15万两，你们还欠我们9763两银子。什么？娘，几日后等刑部的程序走完，拿着这谅解书就能接妹妹出来了。好，见夏，你可真是咱们侯府的福星啊！母亲，你怎么才接我回家？你知不知道我在大牢里的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？哎呦，我的芷儿，你受苦了，现在回家了就好了。娘这几日可担心了，看见你没事，她总算能睡个好觉了。你给我闭嘴！都怪你这个贱人，要不是你，我至于去蹲大牢吗？芷儿，怎么和你大嫂说话呢？这次多亏了你大嫂，才拿到谅解书，才能顺顺利利接你出来。现在清楚了吧？不管你多厉害，最后还不是我沈家媳妇儿，还不是要想办法把我接回来。芷儿，娘，你怎么向着外人呢？都是他害得我进去，救我出来不是应该的吗？而且就算没有他，我可是国公世子夫人，国公府也不会不管我的。哦，世子夫人和世子很恩爱啊。那当然。 国公府捏死一个小苏家，易如反掌。老夫人，小姐不好了，国公府来人了。这有什么不好的？看见没，我夫君派人接我回国公府了，以后你可当心点，是吗？小姐，国公府不是来接您回去的。什么？你直说吧。国公府派人送来了休书，他们说小姐品行不端，要休了小姐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是老夫人叫老奴交给侯爷的。什么东西？神神秘秘的。想必我和蒹葭至今还没圆房的事没瞒住。母亲也真是的，还当我是孩子吗？怎么把春宫图送来了？今天先就寝吧。好，侯爷你也是，体内余毒未清，好好休息才是。又闻到了这香味。今日你因我受累了，你给我的那匕首，我已经叫人给宁安公主送回去，算是给她一个警告。她若是聪明，日后应该不会再为难你了。侯爷就没什么想问我的？可靠得这样近。不聊这个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先睡吧。难道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这个男人都会在背后护着我？这种感觉也挺好。阿娘，阿言，不要！没事吧？只是做了个噩梦，抱歉。天色还早，侯爷再睡会儿吧，我有点睡不着，先去忙别的了。母亲也真是的，平白无故送来这些，这下肯定要被误会了。侯爷怎么会有那种术？你怀着身子，倒也不用特意跑这一趟。之前是儿媳疏忽了，给母亲请安是儿媳该做的。你倒是转了性子，有什么事直说吧。儿媳昨日粗粗看了一下从前的账目，发现侯府每日开销如流水，就是有金山银山也嫁不出这么花呀。这账目我也稍微看了，各处花销并不大。不过最近世子夫人，哦不对，是三妹妹住着的时候，花的做大手脚了些。不过也仅仅只是她一人，应该多不了多少吧。母亲有所不知，光是燕窝，三姑每日就多出来几十两的开销，更别提其他的。如今三姑怕是很难再嫁了，若是一直住在府里，长此以往，侯府怕是要被败光了。竟是如此，掌家之事都是你在代劳，你看着处理吧，只是尽量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。你尽管拿沈清芷开刀，到时你们谁斗赢了，于我来说都有利。母亲不怪我擅作主张就好，
沈清纸房里的人可贪墨了不少，若是被我查了出来，我可就算是在侯府真正站稳了脚跟。今天的菜没我害吃的也就罢了，我每日要用的燕窝呢？你们连这个也敢忘，怕是皮痒了吧？奴婢哪里敢忘？是少夫人一早差人过来吩咐，以后不再供应您的燕窝，若您想吃，须得从自己的私库走账，想吃多少就买多少。这个慕云舒以为自己帮着掌家就翅膀硬了，也是个不入流的货色，竟然管到我头上了。老夫人，奴婢还听说少夫人要查府里的账，老夫人似乎也同意。好啊，帮我告诉我娘，今日停了我的燕窝不说，还要查账，怕不是要把我从侯府赶出去？帮我告诉我娘，我这几日心情不好，想和公主一起出门散散心，她慕云舒怎样，可跟我无关。芷儿说想去和公主一起去西山围猎，散散心也好，待在府里怕是要闷坏了。母亲说的是，老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，少夫人落水了。人救上来了吗？人是救上来了，可还昏迷着呢。大少爷呢？说是今晚与同窗吃酒去了。还不快派人去找？是。母亲，咱们先去看看云舒吧。好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落水呢？用过晚饭后，少夫人心里烦闷，便想着出去转转。走到湖边的时候，也不知怎的，她脚下一滑，撞到湖边的围栏。许是年久失修，围栏竟然断了，她这才跌落湖中。你胡说！湖边的围栏每个月都有人修剪，怎会年久失修？定是你们没用心伺候。来人，他们都拖下去，重重责罚。母亲，不如叫人去检查一番，再下定论也不迟。你带着人去，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云舒，祖母，云舒呢？她在哪儿？她和腹中的孩子还不是事儿吗？先把大少爷带去醒醒酒。少夫人出血了。一定要保住云舒和腹中的孩子！把大少爷拦下，大夫正在里面救人，他闯进去岂不是添乱？母亲，我求你了，只让我进去看云舒一眼。看来大少爷还没有彻底清醒，你去帮着大少爷醒醒酒。是。这孩子可千万不能有失礼，不然我的计划可就泡汤了。母亲，刚才是儿子失态了。苏千阳，这仇我记下了。我的孩子，你们还我的孩子！怎么会这样？孩子还是没保住吗？造孽！老夫人，夫人，少夫人现在出血不止，恐有性命之忧啊！即便侥幸保住性命，以后怕是也再难有孕。什么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少夫人性命，因为她现在还不配去死。这件事谁也不许告诉少夫人。对，这件事绝不能让云舒知道。你可查清楚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也不知谁撒到了路上水，那段路湿滑得很，少夫人滑了一跤，撞到围栏上，本也不至于落水，可谁能想到围栏里面竟然被白蚁给住了，少夫人这才跌落湖中。这个季节怎会有白蚁？还有为何那段路是湿的？去查，是谁故意把水浇到路上？府中可还有别处被白蚁给住了？若不是意外，那便是人为。星姐，你的意思是有人要害云舒？我定要找出来是谁害了云舒。母亲，你怎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你与邢坚年纪轻，把身子养好了，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的。谢母亲宽慰。哎，你才刚开始查账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怕是要耽搁下来了。不过也不打紧，你先安心把身子养好再说。查账？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一定是沈清芷这个贱人害我。少夫人，你来做什么？给我滚！少夫人千万别动怒，您才刚失了孩子，可得仔细养着身子才是。虽说再难有孕，你也无需担忧，不管妾生的是男是女。你说什么？乔姨娘，你住口！别听她胡言乱语，她这是骗你呢。夫人，您不知道吗？少夫人落胎时伤了身子，以后再难有孕了。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云舒，我吩咐人给你做晚安神汤，你好好休息一下吧，我就不继续打扰你了。都是一群贱人，都给我死！夫人，不好了，乔姨娘小产了。邢姐那儿怎么回事？又出事了，让他们自己处理吧。侯爷，云舒和邢姐年纪还小，何时经历过这些事？我怕他们手忙脚乱，还是去看一眼比较稳妥。别累着自己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是牛油灯的财桃裂了一个缝隙，牛油不知不觉落在地上。巧姨娘起夜的时候没有注意到，脚下一滑，摔了一跤，肚子正好磕在一旁的桌子上。这手段可真高明啊，实在太像意外了。巧儿现在怎么样了？巧姨娘情况很是凶险，说是因着小产血流不止，人怕是不好了。我随你去看看。请母亲和夫君责罚。
都怪我没有看过好巧姨娘，才叫巧姨娘出了这样的事。母亲，此事与云舒无关，全是巧儿自己不小心，也是孩儿的命数如此。夫君，你不用替我求情，不管怎么说，都是我的疏忽，我认罚。云舒，不好了，姨娘血流不止，眼看着就要不成了，得快些准备起来才是。求你们了，巧姨娘还年轻，无论如何也要救她一命。夫人，太医来了。巧儿不过是个贱婢，怎么还把太医请过来？劳烦太医进去瞧瞧，务必要保巧姨娘一命，顺便再看看她用的那些东西是否稳妥，可有人要害她。母亲，你这是何意？儿媳之前是做过一些荒唐事，可儿媳已经痛改前非，如今与夫君一样，日日盼着巧姨娘腹中的孩子，也好有个成绩香火的人。云舒，你又何必多心？我也就是随口说一句，倘若你觉得心里委屈，大可不必，一会儿太医自会还你一个清白。那也得我有啊。云舒，你起来吧，母亲绝不会冤枉你的。多谢夫君。侯爷夫人，大少爷，里面那位姨娘并非因为小产才血流不止，而是好会服用了大量血已经止住，以后只要好好调养便是。什么？竟然真的有人要害巧儿的命！出来前，我看了看这位姨娘今日喝的药，丫鬟说是坐胎药，可我一闻便知里面满是活血的药材。那坐胎药不正是你吩咐送给巧儿的吗？云舒，既然真的是你害了巧儿腹中的孩子，还想趁机害了她的性命，我就说这可是侯府，怎会用劣质的陶陶致使牛油落在地上？如今可是你掌家，你若是想做点什么，自然易如反掌。你可真是好算计。不是我，是你害了巧儿腹中的孩子，我杀了你这个毒妇！不是我，不是你，又会是谁？你刚才还说你没想害巧姨娘，可结果呢？你这般心肠歹毒，还有什么资格掌家？对牌就还回来吧。来人呀，将他拿下，等明日与老夫人商量过后，再处置他也不迟。孽障啊，孽障！我早就瞧你不是个好的，我们沈家断然留不得你这样的毒妇。邢简，先给他一封休书，杀人偿命，再把他交到刑部去。孙儿都听祖母。不要啊！老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，三小姐出事了。什么？宁安公主传信来说，三小姐在猎场被金马踩断了腿，已经在送回来的路上了。那边查的结果是说，三小姐身上沾了吸引马匹的药粉。呀，母亲不久懂医毒吗？金霞，你给我跪下！不知儿媳犯了什么错，竟惹得母亲如此大动干戈？你是不是心里有鬼？才故意瞒着我们医术的事，也别怪我不给你机会，老实交代，你究竟对芷儿做了什么？是啊，母亲，你就招刀了吧。这府里除了你和小姑母，还有谁会对她出手？也不知是谁怀疑三小姐害自己落了胎，想除之而后快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穆云舒，和芷儿有什么关系？你竟然想要害死芷儿，好狠毒的心呀！祖母，孙熙绝没有这个想法，还求祖母明鉴。母亲说我害三姑娘，可我是为着给侯爷解毒才开始学习医术。我这满打满算才学了几日，连那些草药都还没有认全。而且下毒的人难道需要靠自己制毒吗？穆云舒，果真是你把芷儿害成这样的。母亲，贺婷待会儿便回来了，此事甚大，不如交给贺婷定夺。趁着这会儿功夫，不如先叫人查一查穆云舒住的流云居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母亲，您当真这般不信任我吗？我们看事实说话。启禀老夫人，夫人，老奴带着人在少夫人房中搜出这瓶药粉。这根本不是我的东西，怎么会是从我房里搜出来的？我不信！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，老奴还能冤枉了少夫人不成？那请个大夫来验验吧。母亲，倒也不必如此麻烦，咱们后院就养着马，只需拿着这个东西过去一试就知道了。就按你说的办。哼，不必麻烦了。老奴还没说完呢。老奴方才觉得这香粉奇怪，就去马厩试了试，果然马儿开始发狂。马厩里所有人都可作证。母亲，求您相信我，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会在房里，我真的没有害小姑母啊！够了，经证据确凿，你还敢污蔑千虾？来人呀，把他拖出去，先打断他的双腿再说。不要，祖母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苏千香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还不快把他拖下去！表哥救我！邢简，他方才叫你什么？
表哥，行止。你不是信誓旦旦说你与慕云舒成婚前从未见过，可她却揣着肚子险些嫁给侯爷，只怕冲喜之事都是你们一手策划，为的就是图谋侯府。我也听得真真切切。沈追，你父亲临终托乖的时候对我说，你一出生母亲便离世，等他这个父亲死后，你在这世上就再无亲人。父亲，我多年来他确实孤身一人，没有任何亲族。如今他离世多年，倒是有了亲人。看样子你早就和穆家联系上了。贺婷，我看他和那慕云舒野心勃勃，一肚子坏水，还不知道在图谋些什么。这样的人断不能留了。当然是图谋整个侯府。我已经查出来，给我下毒的人就是沈追。父亲，冤枉啊！孩儿怎会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来？沈追，别装了，我彻底看清你了，你就是个烂心肝的。侯爷，没错，沈追和我商量好了，利用我的孩子谋取侯府，他就是个忘恩负义自立的白眼狼。慕云少你够了，来人，将他们俩送到刑部大牢。不要！怎么回事？沈鹤亭他这是在玩我？我们是夫妻，侯爷也是正常男人，我理解的。不是因为这个，那是因为我心悦你。之前的婚礼委屈你了，咱们挑个时间为你补办一场吧。倒也不必为了我这么费心。你值得。谢谢侯爷。之前的婚礼太仓促，我有不少好友都没来，下次太子估计也要来。我怎么忘了这样一件比天还大的事？前世太子并非最后的胜利者，他毒害圣上未遂，谋逆叛乱失败，圣上亲赐毒酒一杯，整个东宫的人都被处以极刑，连带着和他有所牵连的官员也全都获罪，轻则抄家流放，重则斩首示众。而侯府就是太子党